蓝胖子被中年大叔尾随后壁咚，只因为他知道大叔愿倾其所有来换取的秘密。10月刊上的狮子假面剧情在关键时刻戛然而止。狮子假面在被反派的光线击中后，到底会发生什么呢？虽然大雄说狮子假面有主角光环是不会挂的，但蓝胖子还是茶饭不思夜不能寐。最后他决定直接去找作者喵子不二喵本人问个清楚。喵子家门口的一堆鞋子显然表明蓝胖子已经来晚了。蓝胖子跑到房间门口，被一个眼镜男拦住了。原来他就是狮子假面的编辑。快截稿了，喵子还毫无动静，他在门口等的犹如热锅上的蚂蚁。蓝胖子等不及听完他的抱怨，拿出穿透环直接穿墙。戴着贝雷帽坐在书桌前叹气的香肠嘴眼镜大叔正是喵子不二喵本人。蓝胖子凑上前一看，这咋还空白的呢？闻声而来的编辑看到空白的原稿破防了，你这是准备憋大招呢？蓝胖子灵机一动，坐时光机去看下个月的杂志，不就知道剧情了吗？这样想着，他露出了一抹阴险的笑容。到了1个月后的书店，以狮子假面为封面的11月刊果然好评发售中。蓝胖子拿起一本，还没看到一半，就被地中海老板拿着胆子赶了出去，想白嫖没门。蓝胖子一路逃回了原来的世界。大雄得知蓝胖子提前看了下一期，死皮赖脸的求蓝胖子给他剧透，而蓝胖子也顺坡下驴，一路装腔作势，吊着大雄的胃口。等到小伙伴们都在空地上集合了，他才居高临下告诉了他们接下来的剧情。喵子并没有画出狮子假面的命运，而是无中生地出来了一个狮子假面的弟弟狮子狗假面来救场。在之后的蓝胖子也不知，只能来上一句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突然喵子从水泥管里爬了出来，他以为蓝胖子所说的是他自己的脑洞，正苦于平静的他死死抓住蓝胖子这根救命稻草，一路追着蓝胖子按在墙上要挟他。编辑的到来救下了蓝胖子。作者大人，你再不画，明天可就得登白纸了啊！蓝胖子也很无奈，可他没钱买杂志啊，只看到一半就被赶出去了，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但对现在的喵子来说，能有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，收钱办事谁不乐意呢？蓝胖子高高兴兴的又一次去了下个月的书店。书店老板看到蓝胖子又舔着脸皮来了，正准备再用胆子放大招，看到蓝胖子拿出了钱后，马上换了一副笑脸。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啊！喵子画到蓝胖子之前说到的地方之后，就再也画不下去了。这个样子像不像算不出数学题的小伙伴呢？但他发现蓝胖子正坐在门口看漫画，看得忘乎所以。当看到蓝胖子真的拿来了他还没画的11月刊时，吓得冷汗直流。但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喵子把编辑赶出房间，开始看后续的情节。狮子狗假面也被反派抓住了，他人都傻了，这算什么呀？在下个月怎么办呢？于是蓝胖子把12月刊也买了回来。这次的剧情是狮子狗假面便当后，阿龟假面来救场了。这剧情也太敷衍了吧！可耐不住破门而入的一群编辑，所有的漫画都等着今天截稿呢。喵子本着能不动脑就不动脑的原则，让蓝胖子把所有的下月刊买回来照着画。书是买回来了，喵子却画到再起不能，只能靠蓝胖子来临摹了。蓝胖子边画边想，下月刊也是我买回来的，照着临摹的人也是我，到底咱俩谁是作者啊？不知道小伙伴们等录幕的更新有没有等着急呢？是否愿意坐时光机去提前看下一期视频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静香和学霸在公园约会，大雄气急败坏，竟把静香带回家后让她夜不归宿。老妈的说教对大雄来说已是家常便饭，也是摆脱不了的噩梦。这回大雄脚都听麻了，才过去了15分钟，按老妈的尿性，没有1个小时是唠叨不完的。可一会儿大雄还要跟未来媳妇静香约会，为了爱情，蓝胖子拿出了可以更改时间流速的疯狂时钟。蓝胖子把房间里的时间调快了60倍，挂钟的指针如陀螺般旋转，电视节目也快到根本不知道在播的啥。房间一点点变暗，大雄看向窗外，居然天黑了。想到自己错过了静香的来访，大雄险些要跟蓝胖子拼命。蓝胖子推开窗，让他好好看看外面，这不还是大中午吗？时钟指示加快了屋内的时间，蓝胖子把按钮拧回去，屋内的时间恢复了正常。拿上疯狂时钟，大雄开开心心的去 IP 了，先来个20倍加速看看效果。果然老妈的声音变得不知所云了，大雄玩上头了，时间越调越快，老妈也变得越来越鬼畜。最后妈妈累坏了，大雄只留下3个字：妈妈您说的都对。看到大雄脱离苦海，这疯狂时钟得物归原主了吧？但这道具寄给大雄就像泼出去的水，大雄没过过老瘾，怎么会放手？再啰嗦，这些房间里的时间放慢1000倍。
这下蓝胖子想追上大熊，可要比登天还难了。妈妈看到蓝胖子像是死机了一样一动不动，瞬间好奇宝宝附身，结果妈妈也死机了。大熊左等右等，不见静香人影，觉得必有猫腻。半路上被一个开跑车的小胡子按喇叭吓了一跳，还被倒打一耙，说成傻子。大熊气不过，直接疯狂时钟奉上，跑车变成了铁王八，一只乌鸦飞到小胡子头上生产老八。大熊心想，这下看谁才是傻子。大熊在公园找到静香时，说好了去大熊家的他正和学霸相谈甚欢。大熊觉得自己头上长出了一片呼伦贝尔大草原，他都做了一套广播体操了。学霸还没说完牛顿的绝对时间概念，再这样下去他就好成绿巨人了。大熊拿出疯狂时钟，直接给他快进，美滋滋的领着静香回了家。大熊一回家就想把老妈当保姆用，可千换万换也换不出老妈。老妈呢？老妈还和蓝胖子一起在房间里卡着呢，他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。用了疯狂时钟，分分钟就烧开了水，吃喝不愁，接下来就是找点乐子了。就算玩到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也没关系。可不管静香是想打牌、下棋还是听歌，大熊都是一副兴致缺缺的样子。要大熊说的话，两个人大眼瞪小眼的看着对方发呆就很快乐了。静香可不是大熊这种游手好闲的家伙，正想训斥大熊一通，就被大熊用疯狂时钟弄到卡带了。人生何必太匆匆，这就是大熊悟出来的人生哲理。就这样面对面坐着，细品老婆那可爱的生气脸，不香吗？品着品着，大熊就见周公去了，睡相还不太好看，直到静香的手落到他的肩上才醒过来。大熊追着被气走的静香下楼，才发现蓝胖子和老妈还在房间里卡着呢。大熊刚解脱了蓝胖子和老妈，门外却传来静香的尖叫声，这咋还半夜了呢？又一次用实力夺得了睡神头衔。喝大了的老爸看见大熊和静香孤男寡女半夜不睡，感叹儿子终于长大了，但做错事被训斥也是逃不过的了。都这么晚了，静香到底该何去何从呢？小伙伴们有好的建议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如果有这样一个道具，可以让你进入照片，真真实实的感受当时的情景，你会选择进入哪张照片呢？是跟家人一起拍摄的温馨照片，还是游玩时欢快的照片呢？这一天，大熊一家人看着去年郊游时所拍的照片，其乐融融。可眼见的妈妈突然对一张照片产生了好奇，因为照片中的大熊所拿的望远镜，自从郊游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。妈妈认为是大熊郊游时忘记拿回来了。爸爸也在一旁补刀，那可是德国产的呢，很贵很贵的呢。爸妈一唱一和，各种补刀，可给大熊吓得不轻呢。这要是找不到了，那爸妈不得送我一顿棒子炖肉啊？有困难就找哆啦 A 梦。只见蓝胖子在口袋中一顿摸索，然后掏出了照片潜入观测器。那么这是一台怎样的机器呢？只要把照片放入机器中，就可以进到照片里观察的机器。于是两人选中了郊游时的一张照片，进入到了其中。两人躲在暗处观察着郊游时其乐融融的一家人。突然，一只蜻蜓从大熊身旁飞过，引得大熊飞奔狂追。可突然画面静止了，原来这张照片到这里就停止了。两人只好继续进入了下一张照片中。这张照片中，爸爸正拿着相机给大熊拍抓蜻蜓的照片，可是有一只蜜蜂在爸爸身旁飞来飞去，给爸爸吓得魂儿都差点丢了。大熊也被吓得摔倒了。本以为望远镜是这时候弄丢的，可爬起来的大熊手里依然握着望远镜。两人只好继续进入到了下一张照片中，而这张照片中的大熊并没有拿着望远镜。大熊认为可能是爬山的路上弄掉了。就在这时，照片中的蓝胖子将望远镜递给了照片中的大熊。大熊连忙甩锅，望远镜也有可能是你这个蓝胖子弄丢的呢，人家蓝胖子好心帮你，你却这样说蓝胖子，大熊你的心不会痛吗？当两人从照片中出来的时候，正好赶上静香的来访，于是两人带上静香继续进入到了下一张照片中。照片中，大熊和蓝胖子正在湖中摸鱼，而望远镜就放在湖边。突然，一只猴子从草丛中窜出，拿了望远镜就开始逃跑。这下大家终于知道望远镜是怎么没的了。而蓝胖子随手一摸，掏出了马达脸盆，顾名思义就是简易版的小快艇。三人奋起直追，小猴子还举起了望远镜向三人挑衅，小猴子啊，你还是太年轻啊。只见蓝胖子随手一抛，就用套环套回了望远镜。正式完成了，好不容易来到当初郊游的地方，大家开心的玩起了你追我赶。度过了一个快乐下午的三人终于准备回去了，可望远镜在哪里呢？原来被大熊放在了湖边的石头上。大熊急忙跑回去取，可说巧不巧，大熊脚下一滑，望远镜直接被一脚踢进了水里。一个下午大家算是白忙活了。如果你也拥有这样一台可以进入到照片中的机器，你会进入到哪张照片中呢？喜欢的心可以点赞留言告诉我哟。